大家好，我是念双。北京，这个曾经以寸土寸金定义中国财富神话的城市，它的房地产市场正在以一种失控的方式塌陷。曾经单价10几万的学区房，现在有人挂出6万多的成交价。亚运村出现了单价2万6的现房，而且重点是人人可买。通州一套2017年价值358万的房子，如今报价175万，这还仅仅是报价，实际成交价只会更低。这场房地产的雪崩，其震中根本不在于经济层面，而是整个社会契约被单方面撕毁后，变成了席卷了所有阶层的系统性崩坏。这个崩塌的第一个层次是经济层面的财富幻觉破灭。过去30年，整个国家社会契约的基石就是只要你努力工作，安分守己，你的资产就会不断增值，你的明天就会比今天更好。房地产就是这个契约的实体化身。中国的城市中产可以说是在房地产这个巨大的发动机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数家庭把2代人甚至3代人的积蓄，加上未来30年的收入，全部捆绑在这堆钢筋水泥上。他们相信的不是建筑本身，而是这个增值的承诺。这不仅是资产，更是身份、安全感乃至下一代教育的基石。现在承诺破产了。东城区3环里的好地段，单价从13、14万跌到10万能出手就不错了。但这仅仅是故事的一半。如果说中产的困境是没钱了，那么更致命的信号是来自那些有钱人的恐慌。一方面是普通房东快刀斩乱麻式的割肉离场，另一方面是北京产权交易所挂出的由北京天恒置业集团这样的大型国资平台正在抛售的111套房产。连国家队都在加速套现离场，这背后传递的信号就是弥漫在整个精英阶层的不安全感。紧接着，第二个层次的崩塌就来了，那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信任危机。一个非常讽刺的对比正在上演，一边是烟草局的干部退休，退休金1万4，加上各种补贴年金，一个月到手将近1万9，要30个年轻人交的社保才能养活这么一个体制内的退休人员。而另一边呢，是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维持城市运转的年轻人。而外卖骑手作为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临时工，现在不仅要交社保，甚至被要求预缴个人所得税。大家想想，这是什么逻辑？财政有困难，不去动那些一个月拿1万9，对社会贡献已经停止的人的福利，反而要去从那些数着米粒过日子的人身上提前把钱抽走呢？这种做法已经不是拆东墙补西墙了，这简直是在拆地基去补房顶的窟窿。当一个年轻人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不仅无法为自己积累财富，而且还要供养一个庞大且日益沉重的特权阶层，他会怎么想呢？而且他连选择不参与这个游戏的权利都没有，他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彻底的绝望和放弃。现在新生儿数量已经只有过去的1/3，社保体系摇摇欲坠，这就是这种结构性压榨的必然结果。这必然会导致第3个层面的崩塌，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内核的腐烂，从而导致权力的傲慢与无法无天。演员于朦胧，一个阳光干净、身世清白、不愿意同流合污的年轻人，在这个圈子里，他的品性本身就成了原罪。他的死牵扯出背后的天娱传媒，一个号称中国唯一国有艺人经纪公司的庞然大物，其股东名单中闪现着中移资本、全国社保基金等国家队的身影。在10几年间，至少有9位艺人非正常死亡，而结论惊人的一致，要么抑郁症，要么是意外。朋友们，在统计学上，这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件。这已经不是巧合，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将人处理掉的魔鬼工厂。更有甚者，死者生前好友从海外传来的证词，将线索直接指向了所谓的红二代背景，甚至提及决定他角色的导演，有机会带他进入中南海。当中南海这3个字与一个普通演员的非正常死亡联系在一起时，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彻底改变了。当一个娱乐事件的背后浮现出最高权力核心的影子时，这潭水有多深？这个体制的黑暗有多么超乎想象，就一目了然了。它清晰地告诉所有身处这个系统中的人，无论你积累了多少财富，获得了多高的社会地位，只要你没有站在权力的最顶端，你的身家性命本质上都处于一种待宰状态。当他的恩师想来北京讨个公道，却必须先发一份不自杀声明以求自保时，这片土地上所谓的法治就已经沦为了一个笑话。现在我们再回头看北京的房地产抛售潮，你还会觉得这仅仅是经济问题吗？不，这是上至国资平台，
下至平民百姓，在目睹了这种系统性溃烂之后，做出的一场理性的、绝望的自救。卖掉房子，不仅仅是为了止损，更是为了将资产从这个不可预测、毫无保障的系统中抽离出来。这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资本出逃。他们怕的不是房价下跌，而是怕有一天自己的房子、自己的一切都会像于朦胧的生命一样，被一股无法抗衡的黑暗力量悄然吞噬。于朦胧案激起的滔天民怨，以及民众自发组织的经济围剿，堪称一部现代公民行动的教科书。当官方通报漏洞百出，试图用抓了3名造谣网民这样的幽灵式执法来恐吓民众时，战场被迅速转移到了商业领域。涉案女星宋伊人的新剧上线48小时即被海啸般的差评和抵制声淹没，最终紧急下架。范世琦的成都演唱会门票仅卖出15张，最终灰溜溜的取消。网友们系统性地整理出涉案17人代言的所有品牌，对品牌方的在线客服发起了精准而持续的施压。这场人民的战争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没有领袖，没有纲领，完全是基于共识的自发行动。它利用了现代商业社会最根本的逻辑，品牌价值依赖于公众形象。当一个艺人与一桩丑闻绑定时，它就不再是资产，而是负债。这种经济上的精准打击，比任何口号都来得有效。它向所有依附于权贵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你们可以控制媒体，可以操纵司法，但你们无法控制消费者的钱包。当沉默的大多数决定用人民币投票时，这股力量足以让任何资本和权力感到胆寒。这说明沉默的大多数已经用行动发出了怒吼。这是一种悲哀的抗争，但也是觉醒的信号。这场由普通民众自发组织的经济围剿，与前面提到的国资平台抛售房产，本质上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都指向同一个内核，对现有体系的彻底不信任，民众不再相信官方的通报，资本不再相信市场的稳定。这种崩坏自然也反映在中共的权力核心内部。最近传出的消息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政委刘青松2位上将在重要的官方仪式上集体缺席。联系到之前的传闻，说林向阳涉嫌泄露台海作战计划被调查，这几乎坐实了军中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大清洗。要知道，林向阳可是习近平军中嫡系中的嫡系，是当年31军出来的核心亲信。这在政治信号上意味着什么？这几乎就等于公开宣告，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已经出现了裂痕。更有传闻直指，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这个被外界视为接班梯队的重要人物，在9月份秘密接触了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同时，温家宝、胡锦涛、汪洋和张又侠也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王小洪和蔡奇可能在北京制造的不稳定。大家想想，在中共这种高度讲究政治纪律和战队文化的体系里，这种行为无异于政治上的通敌。这些传闻虽然无法100%证实，但他们传递出的信号是明确的，中共高层内部的裂痕已经深可见骨。这说明，就连体制内身居高位的技术官僚，也已经对当前的航向感到了极度的不确定和恐惧。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政治靠山，为可能到来的惊涛骇浪提前准备救生艇。他们之间不再是路线之争，而是你死我活的权力保卫战。历史在这里给出了一个惊人相似的剧本。明朝末年，当时也是内外交困，财政枯竭，民不聊生。而崇祯皇帝在做什么呢？他在不停地杀掉自己的阁臣，更换自己的将领。他始终认为问题出在个别人身上，只要换掉不忠诚的人，那么大明就能得救。但他至死都没有明白，真正的问题是那个系统，那个体制已经从根上彻底烂掉了。任何人在那个位置上都无力回天。今天的局面何其相似，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活力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凋零，最高层却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识别和清除两面人的政治运动中。因此，今天看到的一切乱象，无论是北京楼市的买一送一，还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只能去加油站上24小时的班，还是学校还在教孩子们断气 WiFi、摔起 iPad 才能成大器，所有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都贯穿着一条主线，一个封闭僵化的系统，在耗尽了所有改革红利和透支了民众数十年的未来之后，正在进入一个自我瓦解的阶段。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与世隔绝的孤岛。防火长城隔绝了信息的自由流动，
严苛的社会管控限制了人身的自由迁徙，战狼外交导致了国际上的空前孤立。在这个孤岛之内，一套独特的生存法则正在被强化，权力决定一切，关系就是价值，良知和真相是最无用的东西。许多人还在问，中国的房价到底了吗？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它是一个金融问题，一个社会问题，最终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一套房子承载了户籍、教育、医疗和社会地位等所有功能，它的价格就不可能由简单的供需关系来决定。而当支撑这一切的政治权力本身开始出现合法性动摇时，建立在它之上的资产价格，其崩溃就注定是无底的。